你疯了吧，沃杰克？你知不知道这地方一杯手冲要85块？你看看你身上这件巴宝莉，别以为我看不出来，领口那折痕一看就是刚从中古店租来的。你跟我老实交代，你上个月被大厂裁员的赔偿金扣掉房租之后，是不是就剩10万块了？你现在连下个月的社保都不知道在哪儿交，居然有心思约人在这种地方见面。大壮，这就是你一辈子只能拿死工资的原因。你的思维被贫穷限制死了，这不叫浪费，这叫战略性降维投资。我卡里是只有10万块，但如果我把这10万块分摊到房租和泡面里，我撑死只能在地下室苟活半年。半年之后呢，我依然是个送外卖的命。但我把这10万块全部砸进我的展示面里，买高定西装，租100万豪车，出入这种高端场所，我就拿到了进入上流社会相亲局的入场券。丽丽不是普通女孩子，她小红书上每天发的高尔夫和法餐就是她的筛选门槛。我用这10万块当杠杆，只要把她追到手，娶了她，我直接少奋斗30年。这叫借鸡生蛋，这叫资产前置性包装，你懂不懂啊？包装？你管这叫包装？你这叫赛博诈骗！丽丽要是知道你现在月薪为0，卡里的10万块每天都在像冰淇淋一样融化，她能多看你一眼？你连人家的真实背景都摸不清楚，就敢把所有的身家性命压在这一场约会上？你清醒一点吧！用谎言换来的感情，只要对方一个最简单的现实问题，你那层纸糊的外壳就会被戳得稀烂，到时候你连退路都没有。他不可能看穿。我为了这场约会，把过去3年所有大厂高管的演讲 PPT、华尔街的行业黑话，还有波尔多红酒的年份图谱全部背下来了。在相亲市场里，男人最重要的不是现在有多少固定资产，而是你能不能给对方提供一个高阶层的预期价值。今天晚上在西餐厅，我会让他看到一个年薪100万、温文尔雅、满嘴宏观经济的顶级精英。大壮，今晚过后，你就等着喝我的庆功酒吧。丽丽，尝尝这瓶2015年的罗曼尼康帝。其实喝酒和我们做互联网底层架构是一样的道理，讲究的是一个沉淀感。我最近主导的那几个跨境电商并购案，每天都在和美元基金打交道，节奏太快了。也只有在陪你坐下来吃顿法餐的时候，我才能把那种宏观维度的紧绷感放下来，回归到生活的本质。沃杰克先生的眼界确实跟普通人不一样。不过我听说最近大厂的整体行情都很动荡，很多高管的期权都缩水的厉害。既然你一直在做跨境这一块的资产配置，那你对今年美联储连续加息之后的海外固定资产流出怎么看？我爸爸最近正打算把我们在海外的几套别墅做个信托，不知道像你们这种级别的投行专家，一般会建议在哪个节点切入？啊，这个，美联储的策略其实都在我们的对冲预案之内。我一直跟我的团队强调，短期内的波动只是噪音，我们看的是长期主义。信托的事情你完全不用担心，改天我让我的私人法务团队给你爸爸做个专属的结构化方案。至于大厂的行情，那都是针对底层员工的。到了我们这个层级的管理层，拿的都是合伙人级别的期权锁定和底层兜底协议，外面的风雨再大，也根本吹不到我们的核心资产。是吗？那真是不错。不过我刚才看你进来的时候，衣服后面的剪裁稍微有点不自然。现在的定制西装工艺都这么讲究了吗？还有，你刚才提到你那辆帕拉梅拉送去保养了，那你平时住在哪个园区？我有很多朋友都住在西郊别墅那边，不知道你跟他们是不是邻居？平时周末有没有空一起去打打高尔夫？西郊那边确实不错，环境很适合做闭门会议。不过我个人更偏向于市中心的顶层复式，视野更好，方便我晚上观察整个城市的金融灯火，寻找灵感。高尔夫那都是日常社交了。不过我最近更迷恋帆船出海，那种在风浪中掌控方向的感觉，跟在商场上对局一模一样。至于衣服，呵呵，
这是萨维尔街一个老裁缝的纯手工绝版，他可能加了一些他个人对解构主义的理解，所以看起来跟普通的量产货不太一样。先生您好，今晚您2位一共消费了4800元，请问是刷卡还是扫码？刷卡，拿去，没有密码，直接免密。好的，先生，请稍等。不好意思，先生，这张黑金卡显示交易拒绝，系统提示是额度不足或者账户异常。您看要不要换一张？额度不足？开什么玩笑！我这张卡平时单笔消费都是10万起步的，肯定是因为我今天下午刚给伦敦那边的信托账户汇了一笔大额资金，触发了你们国内银行的垃圾风控系统。行了行了，别浪费时间，刷这张招商金卡。好的，先生，十分抱歉，这张卡也显示交易失败，请联系发卡行。你们这机器是不是坏了？连着2张卡都刷不出来，叫你们经理过来，我分分钟可以在你们这里存个几百万。你现在用个破机器耽误我的时间，你知道我1分钟几万块上下吗？丽丽，你别介意，现在的国内银行系统效率太低了，一到晚上跨国清算就出问题。等我找第3张卡，这张肯定没问题。没关系的，沃杰克先生，如果实在不方便的话，今晚这顿饭要不我来付吧。毕竟4800块对一个每天经手1000万级项目的大忙人来说，确实可能只是一个掉在地上都懒得捡的硬币。只是不知道是不是你的私人法务团队今天也集体放假了，连帮你解除风控的电话都打不通。怎么可能让你付钱？传出去我沃杰克在圈子里还怎么混？这绝对是银行的问题。服务员，你再给我刷这张建行卡，如果还不行，绝对是你们餐厅的网络信号被屏蔽了。我告诉你们，我要是投诉到你们总部，你们这家店明天就得停业整顿。先生，真的很抱歉，这张卡显示账户余额为0，我们店的网络非常正常，刚才隔壁桌的客人才刚刚刷过。您看，您是要不用手机微信或者支付宝试一下？喂，大壮，哥们儿现在在西餐厅这边出了点突发状况，我那几张海外大额信用卡的跨境清算通道被银行无故锁定了。你现在马上给我转5000块钱过来。对，就5000。我回家立刻让我秘书用公司的对公账户10倍还给你，快点，10万火急。沃杰克，你省省吧，你那声音大的我在电话里都听见回音了，你还在那装什么大厂高管呢？我下午就跟你说过了，你失业了，你没工作了，你卡里最后那点赔偿金，前几天为了租那身破西装和买朋友圈的盗图素材，已经花的差不多了吧？我现在月薪也才5000，我哪儿来的钱借给你去填你那个虚荣的无底洞？你还是赶紧跟人家姑娘坦白，老老实实 AA 制，或者丢个脸让人家请客吧。挂了。喂，大壮。喂，这该死的地下走廊信号太差了，居然在这个时候断线。丽丽，我这个朋友平时管理资产太古板了，一听到我要动用应急备用金就大惊小怪的。你等我1分钟，我直接用我的个人备用金账户进行秒级提现，很快就好。个人备用金账户？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刚才打开的那个界面上面好像写着微利贷3个字吧，年化利率24%。沃杰克先生，现在的顶级投行精英都流行用这种随借随还的高科技金融工具来做资产流动性补充了吗？这你不懂，这在现代公司理财里叫过桥资金，利用最顶级的微金融算法，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现金流的闪电闭环，这样可以规避掉很多跨国税收和审计的麻烦。你看，5000块已经到账了。服务员，过来，扫码付款，看见没有？这就是效率。走吧，丽丽，外面的风大，我们去江边散散步。我的车应该快保养好送过来了。丽丽，今晚的夜色真美。你看这座城市的金融中心，每一盏灯光背后都是数以亿计的资本博弈。其实我一直觉得，像你这样精致懂生活的女孩子，只有在这个高度的夜景下，才最配得上你的气质。
我的帕拉梅拉司机刚刚发信息说路上堵车，可能还要一会。我们要不就在这多吹吹风，聊聊我们下个月去日本看樱花的计划。行了，沃杰克，别演了。你那司机的名字是不是叫滴滴出行啊？而且你可能订的还是最便宜的拼车专线吧？我一整晚没拆穿你，只是因为那家餐厅的法餐确实做得不错。我想安静地把饭吃完，现在饭吃完了，账你也用高息网贷付了，我们就没必要再继续玩这种幼稚的角色扮演游戏了吧？丽丽，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我是真心实意在跟你规划未来的。你是不是因为刚才银行系统的事情对我产生了误会？我可以现在就把我的公司营业执照和流水截图发给你看。我没必要在你面前演戏。公司流水，是你在大厂被裁员的那个失业金领取记录吗？沃杰克，你以为你伪装得很完美？你低头看看你左边西装领子下面，你今晚一歪头，那张红色的东方礼服租赁中心当日归还损坏赔偿3000的标签就直接甩在我面前了。还有你朋友圈上周发的内蒙古骑马度假的照片，右下角甚至还带着人家原作者的水印，你连盗图都懒得裁剪，就敢拿来当你的高价值展示面。那是因为我工作太忙，朋友圈都是我的实习生帮我打理的，他误用了网上的图片。至于衣服，我只是因为最近身材有些变化，临时租一件应急而已。丽丽，你要相信我的底层逻辑和我的商业架构能力。我现在的困境只是暂时的周期性调整。周期性调整？别用你那些从 PPT 里学来的黑话恶心我了。找女朋友不是你在商场上空手套白狼，你嘴里念叨着杠杆，眼睛里全是算计，不过就是想用仅剩的10万块积蓄搏一个翻身的机会，找个有钱的女人把你从失业的泥潭里拉出来。你管这叫高价值男性？你连最起码的诚实和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我今晚跟你出来，只是想看看现在的赛博精致男到底能嘴硬到什么程度。现在看来，除了让我觉得可怜之外，毫无价值。丽丽，你别太自以为是了。你每天在社交平台上发那些高尔夫和下午茶，你以为你就是真正的上流社会吗？你还不是在明码标价的筛选高净值接盘侠？大家都是在市场上拿资产出来做交换，你凭什么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羞辱我？我至少还愿意花4800块请你吃顿饭。你呢？你除了那张用医美和滤镜堆出来的脸，你还有什么？我有什么不需要向你证明？但我至少不需要靠借网贷来吃一顿4800块的饭，我也不会在失业之后还要死撑着去中古店租衣服。我的网约车到了，今晚多谢你的款待，沃杰克先生。哦不，应该叫你失业负债的无业游民。祝你下个月能按时还清那笔宝贵的过桥资金。再见，以后不用再联系了。丽丽，你给我站住！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过就是个虚荣的。这世界怎么变成这样了？我明明计划得很完美，为什么连最后这10万块都留不住？下个月的网贷，下个月的房租，我到底该怎么办？